水培概论。5、水培法中的水系统。水的数量与质量。在几乎所有植物生产系统中，获得清洁水对于生产高质量园艺产品至关重要。尽管这始终非常重要，但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这一点可能变得尤为重要。水的数量。所需的水量通常由植物空中部分周围的气候条件和植物上存在的叶子数量决定。在高湿度、光线不足和温度较高的情况下，用水量几乎为零。任何生产系统都必须调整灌溉系统的规模，以适应最大的用水量。当顶层完全长大，空气乾燥且炎热时，例如夏季条件，并且存在大量的空气流通，例如在通风的温室中，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设计和安装灌溉系统时，能够估计最大用水量非常重要，因为规模不足的系统将无法满足植物的需求，并且会导致夏季的生产损失。水的质量。在开始新的温室运行时，必须始终考虑水质，因为劣质水无法使用且昂贵，无法转化为高品质水。因此，持续投入资源以改善水质的种植者，比没有投入者的种植者会有竞争劣势。水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可用的水源，这可以是自来水、井水、地表水或收集的雨水。在使用水之前，必须对其进行分析，以确定所有矿物质和离子的基线含量以及 pH 和碱度。若没有这些信息，将难以准备最佳的营养液。应该对阴离子和阳离子进行完整的分析，尤其要注意主要的质量参数，特别是由于钠、硫酸盐和氯化物的浓度过高导致的盐度、碱度和特定的离子毒性。水培法中根的环境。水培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确保根部区域营养液的完美交换，以便根据需要提供新鲜的营养液和氧气。在夏季，当植物耗水量很高时，营养液每天会通过底物几次。在辐射低的时期，秋季，水消耗低，溶液交换受到限制。流速增加会导致根部区域潮湿，从而导致缺氧。溶氧。缺氧可能引起许多植物反应，例如枯萎、根系生长不良甚至根系死亡。在水或底物量少的封闭水培系统中，夏季水温升高可能导致根部缺氧。氧气是一系列酶促氧化反应中的最终氧化剂，从糖中释放出根部生长所需的大部分化学能。营养液中的溶解氧直接影响根系功能，尤其是呼吸作用。根周围的水中必须存在氧气，缺氧会抑制根系生长和养分吸收。对于大多数植物的根部而言，
将溶解氧水平降低至60%以下，将抑制其生长。如果营养液中的氧气含量低于2.5%，则会杀死根尖并停止生长。氧气梯度。对于设计流量技术和流量水培法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氧梯度。根据设计，有3种不同的流动技术：纵向、水平和垂直流动。为确保根部具有最佳的溶解氧水平，氧交换率必须接近100%。深水技术 DFT 是基于氧气溶解在溶液中，并通过循环带出的。根气变得松散，因此可以轻松进行溶液交换。如果 DFT 与垂直流相结合，不仅可以很好的控制根部区域，不仅可以控制氧气，还可以用于将废物 CO2 运离根部。营养膜技术 NFT 在营养膜非常薄的系统中使用流动技术。当根部长入通道时，它们形成垫子，该垫子充当薄膜的屏障，使水流高出几公分。许多作者描述了沿 NFT 通道的急剧的氧气梯度。每个通道结束时，溶解氧含量降至60%或更低，